提到特朗普的第三任妻子梅拉尼亚，你会想到什么呢？面瘫冷脸、花瓶、虚荣女人，或许都有一点道理，但这些无不包含大家对她颜值、身材的认可。梅拉尼亚确实很美，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那时的她脸上都是自信，神情自若，眉眼含情。看看这里，认出来是她了吗？1999年，梅拉尼亚还是斯洛文尼亚的小模特，她被电视台看中，然后出演了一回美国第一任女性总统的角色，波浪长发，面带笑容，眼神深邃，举起手宣誓的镜头竟然早早便让梅拉尼亚领略了白宫的风采，难怪后来她成为美国第一夫人如此淡然，原因竟然是熟悉而已。可自从到了美国，梅拉尼亚也像所有的异乡打工者一样，竟然茫然无措，竟然为了梦想不断放弃自己的底线，从比基尼到3点式，再到全裸，那是穿得越少越是绝望的过程吧。虽然后来特朗普对妻子的曾经并没在意，可却在梅拉尼亚的心底写下了难堪。所以从站到特朗普身边之后，梅拉尼亚便一直试图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全新的人设来露面。她冷着脸，傲然站在特朗普身边，看似不给任何人面子，看似拒人千里之外，其实都是在为自己挽回曾经的形象。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梅拉尼亚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到美国淘金的模特了，她要财富，更要名声。她的野心被自己的形象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甚至在一段时间里，特朗普也是完全不知情的，因为在他与梅拉尼亚结婚前，早已经为了自己的财富数值而签下了非常苛刻的婚前协议。关于这份协议，梅拉尼亚的交易艺术中的所显示，特朗普的算盘打得非常精，一不给梅拉尼亚家族集团继承权，二不让他参与家族企业的经营。简而言之，特朗普娶梅拉尼亚只是爱上她的身材与脸蛋，甚至连份感情都不想负责。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忙工作，所以不想回家之后还需要继续经营感情。所以2005年结婚前夕，特朗普便与梅拉尼亚敲定了所有，并且在自己朋友圈夸口，不签订婚前协议的有钱人就是 loser。 没想到梅拉尼亚真的签了，而且也与特朗普结婚了。看上去他一无所有，如果离婚，他顶多就是拿一点可怜的分手费。但没想到梅拉尼亚有自己的化解之法，你不让我染指你的家族集团，那我就生个孩子来继承集团财富。于是他不顾特朗普近60岁的现实，非要生孩子。特朗普急了，不要以为生孩子就能改变现实，你除非也与我签个生孩子的协议，否则你就别想得逞。梅拉尼亚无所谓，不就是婚后协议吗？他签就是了。于是特朗普提出了非常离谱的要求，梅拉尼亚在生完孩子之后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原有的身材标准，二是生出的孩子不享受继承他集团位置的权利，但可以在集团工作。这真是离谱妈咪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梅拉尼亚生了孩子，啥也没得到，孩子出生只顶着特朗普的姓，还啥都不是。在你觉得不合理的时候，梅拉尼亚又一次做出惊人表现，直接签下协议，并很快生下了儿子巴伦。当然，他也做到了身材恢复如初这个约定。不知道的肯定觉得梅拉尼亚又被特朗普忽悠了，可真实的现实情况呢？你恐怕永远都没有想到，最终竟然是特朗普为梅拉尼亚母子做了嫁衣裳。2016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久久不现身，也不入驻白宫。外界是猜离婚的，猜继母继女互斗的，但唯独没猜到一点，那不是梅拉尼亚与特朗普的对峙。在梅拉尼亚的交易艺术一书中，作者提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爆料梅拉尼亚之所以不去纽约，是因为要求特朗普修改与他签订的婚前、婚后协议，而在这些协议内容中，既包含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包括了儿子巴伦的利益，比如他在特朗普集团的位置，儿子巴伦在家族集团中的继承权，甚至巴伦还拥有了双重国籍的身份，一个是斯洛文尼亚国籍，一个则是美国国籍。而未来巴伦便是特朗普集团在欧洲家族集团的代言人。2016年，川普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带火了大女儿伊万卡。和历史上其他总统竞选人不同，川普参选很多场合夫人梅拉尼亚都没出现，取代她的是伊万卡。伊万卡有颜值、有学历、有智慧，是个3有牌高级竞选助手，这一点是梅拉尼亚不能比的。川普的竞选过程中，伊万卡始终是他身边最重要的女人，风头出尽，
梅拉尼亚却几乎不出现。梅拉尼亚这样做其实很聪明，扬长避短，才能保持丈夫对自己的好感。公开演讲不是自己擅长的，长袖善舞也不是自己喜欢的，那就不如低调一点，不给丈夫添乱，还能博得一个神秘感的美名。再有了神秘感这个护身符以后，梅拉尼亚将它用到了极致。比如川普入主白宫后，女儿女婿等人都跟着一起入住，梅拉尼亚却表现得一点都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地带着儿子住在外面，以至于很多人以为总统夫妻不和，快要离婚了。反正夫妻不和这样的传闻只会对总统不利，大家会认为他无能，搞不定老婆，而对第一夫人却是大大的利好，人们会称赞他高冷、脱俗、不趋炎附势。当然，梅拉尼亚这样做也有可能是对伊万卡替代自己行使第一夫人的职责表示不满，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梅拉尼亚屡次在公开场合不给川普面子了。比如梅拉尼亚陪同川普出访以色列，落基后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川普想牵起娇妻的小手，却被后者直接推开了。再比如川普带着梅拉尼亚访问意大利，从机舱走出来的川普又想牵手妻子，后者却将以抬手侵略发丝的动作完美躲开了他的手。没错，身为总统或是想再次当选总统，川普不敢轻易离婚，所以相比梅拉尼亚，反而是他更想守住这段婚姻，也就只能由着梅拉尼亚率性的神秘和高冷了。现在特朗普集团已经不是梅拉尼亚想攻略的地方了，美国总统之位，儿子的未来身份形象才是他要打造的重点。巴伦能不能像伊万卡那样站在父亲身边，小小年纪得到白宫镀金的经历，那于他的人生非常重要，所以他要努力改变自己，为18岁的儿子筹谋铺路。想起2016年特朗普录音带丑闻的事情，当时录音中特朗普大嘴巴地说，当你是个大咖时，他们就允许你这样搞，摸他们，你可以做任何事。录音曝光之后，特朗普一度面红耳赤，他知道这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不仅外界，梅拉尼亚也会不接受他。但梅拉尼亚最终是怎么做的呢？他在宽恕了特朗普之后，穿起桃红的艳衣，坐在辩论会场平静地说，大家可以看到那段录影，摄影机不是对着他特朗普，但麦克风仍开着，他们恐怕不知道麦克风开着。特朗普与主持人进行的是 boys talk， 他是被引导的，更像是被主持人怂恿，说出那些肮脏和糟糕的话。一场录音丑闻在梅拉尼亚嘴里变成一场男人间的口无遮拦，最后特朗普在他的要求下给所有人道歉，而危机解除。这样的梅拉尼亚，你觉得他是花瓶吗？还是政治小白？恐怕他的智慧足以支撑起自己的野心。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特朗普被他吃得死死的，连牵个小手都要看他的脸色，其他事还不得被牵着鼻子走。3月19日，77岁的川普现身在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投票点，自己投下初选的一票。53岁的梅拉尼亚竟然罕见的陪同在侧。梅拉尼亚一改以往高冷的形象，全程都非常亲和，时不时展开她难得的笑容。梅拉尼亚愿意陪同川普，应该同几年前伊万卡同父亲的决裂有关。2021年年初，川普声称2020年的总统大选有舞弊现象，试图推翻大选结果，继续留任白宫。他的发言直接导致了1月6号的国会暴乱。起初，伊万卡认为父亲能够保住总统位置，就在社交媒体上对川普表示支持，称冲进国会的暴徒是美国的爱国者。但当之后伊万卡发现父亲的总统生涯已然结束，而且一旦他的行为被认定有煽动暴乱的嫌疑，自己也会受到牵连，他马上删掉了那些支持川普的言论，并在听证会上视频连线做出对川普不利的证词。这个举动让川普勃然大怒，父女关系近乎决裂。此后伊万卡淡出了父亲的政治生活。既然川普身边没了伊万卡，梅拉尼亚也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女主人的职责，开开心心地陪同川普现身投票现场，也就顺理成章了。纵观梅拉尼亚的成功，确实跟她善于等待有关。一开始是等待川普从别的女人身边回来，后来是等待妓女从丈夫身边退出。这一点其实蛮像英国王妃凯特的。曾经的凯特被媒体冠以 Waiting Cake 等待的凯特队的称谓，因为凯特在跟威廉恋爱期间分分合合好多次，每次分手都是威廉有了新欢，
凯特不争不吵地退到一边，也不恋爱也不工作。等到威廉玩够了，发现还是凯特最懂事，最能胜任王妃一角。凯特最终等到了王妃这个头衔，梅拉尼亚最终也得到了第一夫人这个角色，并打败伊万卡站在了川普身边。有了这些共同点，梅拉尼亚当然比较同情凯特，而川普爱屋及乌，也公开表达了对凯特的支持。川普在一档电视节目里接受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的采访时，表示外界对凯特的修图门事件太大惊小怪，他还说他会回来的。我的意思是，这对他直言，如果她不是我女儿，我会和她约会。在他的历任妻子中，颜值最高的当属第二任妻子马拉，也难怪特朗普在当了总统后，依然对这位美貌前妻念念不忘，把马拉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还不小心被媒体给拍了去。大家可别看现在的特朗普长得不可恭维，年轻时他也挺帅的，再配上1.9米的身高，总体外貌指数一点都不比马拉差。两人这才一拍即合。马拉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房地产开发商家庭，母亲是一位模特，自幼不仅生活优渥，并且由于外貌出众，一直是社交场的宠儿。高中毕业后，对自己容貌非常自信的马拉决定放弃学业，与母亲一样走模特之路。凭借出色的外貌，马拉拿过大大小小几个选美比赛的冠军，但是她的模特之路并不顺利。直到1989年遇到特朗普，26岁的马拉的命运终于被改变了。那是在纽约最著名的商业区之一麦迪逊大街上，马拉如往常一样悠闲地逛街购物。这时，一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上前来，请问你认识我吗？有没有荣幸和你一起共进晚餐？这个中年男子当然就是特朗普了。彼时43岁的他不仅外表英俊，并且事业有成，是个小有名气的富豪。曾经谈过几次校园恋爱的马拉，对那些莽撞的同龄人早已厌倦。特朗普这样一个在当时代表着成功的精英男人主动搭讪，这种电影情节般的故事，让人处于少女怀春阶段的马拉怦然心动。不过当时的特朗普并不是单身，他已经和第一任妻子伊凡娜结婚13年，并且还有2个儿子和1个女儿。但天真的马拉以为自己才是特朗普的真爱。当然，特朗普对于马拉这个年轻的情人也是毫不吝啬。为了不在媒体面前暴露，与马拉约会前，特朗普都会提前派出20多名保镖清场，然后才与马拉肆意享受二人世界。甚至特朗普还专门买了一艘豪华游艇，作为与马拉约会专用。特朗普为了对媒体保密所用的所有手段，在马拉看来都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爱情。越陷越深的马拉发现他们的爱情之路的阻碍只有一个，特朗普的妻子伊万娜。她的占有欲很强，想光明正大地成为特朗普的妻子。于是他瞒着特朗普做出了一件令人唾弃的事，以至于把特朗普钉在了美国名流的耻辱柱上。特朗普是如何当上总统的？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他的女儿和女婿的功劳，也有人说是他太有钱。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特朗普的发妻占了很大功劳。他不仅帮特朗普建立了商业帝国，还在选举时替特朗普说了不少好话。而此人就是被马拉挑衅的伊凡娜。伊凡娜既是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同时也是特朗普集团的大功臣，像特朗普大楼、亚特兰大的城堡酒店、纽约的广场酒店等项目都是在他的领导和监督下完成的。整个80年代，伊凡内帮特朗普赚得盆满钵满，两人也从不知名的小夫妻成为纽约上流社会的领军人物。伊凡娜也一度被誉为最旺夫的女人，可即便如此，马拉还是要为了私欲去伤害她。1990年是特朗普与伊凡娜的结婚13年纪念日，也是这两人孩子的生日。这天，伊凡娜带着孩子们出去滑雪，可是马拉却突然趾高气扬地出现了。他对伊凡娜说：“你好，我是马拉，我是你老公的情人。”当马拉当着伊万娜的面直接说出这句话时，代表着事态朝着不可控的地方发展了。伊万娜不仅是特朗普妻子，同时也是他事业上的助手。而特朗普花心风流的本性，伊万娜是早就知道的，只是伊万娜这样的事业女强人不愿意与他在这方面多做纠缠。而当马拉直接出现在伊万娜面前时，这种赤裸裸的羞辱不仅如同直接扇了他一巴掌，也撕碎了他和特朗普之间的所有遮羞布。离婚是此时伊万娜唯一的选择。经过3年的官司，伊万娜拿到了1400万美元的离婚费以及一套公寓。
及一处拥有45个房间的豪宅以及其他补偿，再加上失去伊万娜在商业上的支持，以及特朗普因此事件导致的商业上的一些波动，经媒体估计，在认识马拉之后，特朗普个人资产缩水了11.7亿美元。如此高昂价值的情人，特朗普对他是真爱吗？答案很让马拉失望。特朗普从来没有过与马拉结婚的想法，甚至于因为马拉导致自己资产受损失，特朗普对于马拉一度观感极差。但是此时马拉怀孕了，本来特朗普是不想要这孩子的，但由于当时他已经迈入政坛，需要积攒好的口碑。如果此时马拉同归于尽，向媒体曝光特朗普不负责的行为，政坛之路就可能戛然而止了。况且特朗普先知连挑衅原配这种事情，马拉都做得出来，这个女人实在不可小觑。因此在种种考虑后，特朗普二婚娶了马拉，给了马拉一个名分。1993年，马拉如愿嫁给特朗普，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妻子。那场婚礼应该是马拉与特朗普的婚姻中唯一幸福的时刻。婚礼地点在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广场饭店，婚礼上有近1000位美国各界名流，以及高达6米的蛋糕塔，价值200多万美金的头饰。马拉像是一个精致的洋娃娃，向所有人展示着特朗普的财力。然后马拉的婚姻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首先是伊万娜的孩子并不接受他这个后妈，甚至于当时已经14岁的长女伊万卡直接对媒体说自己不接受第三者。面对家里无尽的争吵与冲突，马拉试图讨好伊万卡，只可惜对他满是敌意的伊万卡并不领情。不仅家庭不平静，马拉也没有获得自己想象中的完美婚姻。马拉的美貌并没有俘获特朗普，他依旧经常私会情人，甚至于一次最后还直接对媒体说自己最后悔的事就是和伊万娜离婚。特朗普的花心滥情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他与马拉结婚后依旧死性不改，到处拈花惹草，负面新闻一大堆。并且最让马拉生气的是，明明特朗普和自己只是名义夫妻，但他却总是在公众场合中表现出爱护妻子的样子，甚至还有媒体赞誉他是好男人。这就相当于马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幼受宠，行事自由惯了的马拉当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他想逃离这些婚姻和家庭的苦闷，恋爱是他唯一认为会带来快乐的事。1996年，马拉出轨了，和特朗普派给他的保镖。马拉甚至都没有想到要掩饰这段感情，他竟然直接与保镖在沙滩上约会，全程只让一位救生员在旁边守着。第二天不出所料，马拉和保镖在沙滩上偷情的照片登上了各大媒体头版。虽然自己在外情人无数，但是特朗普依旧很难忍受自己的妻子公然让自己如此难堪。1999年，已经分居2年的马拉和特朗普终于离婚，马拉也成了特朗普最不愿提起的女人。在婚前，为了避免出现如同伊万娜一样的情况，特朗普要求马拉签了极为苛刻的婚前协议，所以比起伊万娜离婚得到的1000万补偿，马拉只有200万美元分手费，而这200万中还有100万是专门用来购置房产的。同样，马拉生下来的孩子蒂芙尼并没有如同伊万娜的孩子那样拥有高昂的抚养费。这段只勉强维持了5年的婚姻，马拉除了在特朗普那里耗费的青春年华外，一无所有。与离婚后又结过3次婚的伊万娜不同，马拉与特朗普离婚后再也没有结过婚。特朗普给他的100万，他基本上全用来培养自己的女儿，那个在特朗普眼中根本不存在的蒂芙尼。与特朗普身边那些自出生就带着光环，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孩子不同，蒂芙尼的生活普通得多。特朗普每个月给他的抚养费也比其他人少很多。但是蒂芙尼不仅凭自己的能力考进了特朗普曾经就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甚至还以全 A 的成绩考入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是目前特朗普家族中学历最高的人。尽管一直被特朗普看不起，但是蒂芙尼却始终在利用自己的能力帮助父亲，并没有丝毫怨怼。或许是因为他的母亲马拉曾经真的爱过特朗普吧。马拉是爱过特朗普的，从20几岁那年懵懂时期遇见开始，只不过过去的他爱得太激烈，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遍体鳞伤。如今的马拉，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运动，一个人在自由自在中享受美好时光。爱别人会让自己痛苦，爱自己会让世界爱你。这大概是经历过年轻时那段荒诞婚姻的马拉，一个人坚持这么多年的原因吧。